你可能有听过曼德拉效应，最知名的例子是很多人会以为皮卡丘的尾巴的末端有一个黑色色块，但其实右边才是真的皮卡丘。不过你知道为什么是曼德拉效应而不是皮卡丘效应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曼德拉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曼德拉效应呢，是指说一群完全不相干的人集体对于同一件陈年往事出现同一个错误记忆的社会现象。类似的案例有很多，除了刚刚说到的皮卡丘，最早最知名的例子就是来自于南非的民权斗士纳尔逊·曼德拉。在2010年时呢，有很多人以为曼德拉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在狱中过世，甚至还有人指证历历的说看过曼德拉的葬礼转播。但实际上呢，当时曼德拉根本活得好好的，他直到2013年才与世长辞。1960年代，曼德拉被南非国民党，我们这里不是什么比喻哦，他真的叫做国民党。曼德拉因为带领群众抵抗南非国民党的种族隔离政策，被关押了27年。但后来他不止平安出狱，还当上南非的第一位黑人总统。这段反败为胜的经历，让曼德拉成为了全球最著名的伟人之一。他的名字不只被用在曼德拉效应，也很常出现在网络迷因里面。比如说这张上面的人呢，甚至不是曼德拉，而是美国的演员摩根·费里曼。I'm not God. Far from it. 而且世界各国的政治犯呢，也常常被比喻为曼德拉，像是施明德就被说是台湾曼德拉，翁山苏姬呢则被叫做是缅甸曼德拉，而普丁曾经的头号敌人纳瓦尼也被称作是俄国曼德拉，甚至连美国前总统川普、苗栗县长中东锦呢也都自比是现代曼德拉。不过你知道吗？这个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人人都想要跟他沾上边的曼德拉，却被批评靠着共产党的武力斗争才会成为南非总统，而且还因为忽视艾滋病毒，在南非受到了很多人的谴责。那到底曼德拉是谁？他又是怎么样的人？真的有大家说的那么厉害，或者是这么糟糕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手机容量不足，只能够存到云端空间吗？不，其实你还有更多的选择。快让全球最大的硬碟品牌 Seagate 的外接硬碟为你解决烦恼吧！质感经典款 One Touch SSD， 大小跟信用卡差不多，重量比蛋还轻外出携带不占空间。另外一款 LaCie Rugged Mini SSD 呢，专为影像工作者设计，除了防摔，还有 IP54 防水防尘等级，让你在户外工作也能够安心使用。两款 SSD 硬碟呢，透过 Type-C 传输线 ，iOS、Android 手机皆可以随插即用，一指轻松备份，为你快速的释放手机空间。除此之外呢，还有市面唯一保固内救援服务，为你的重要资料提供更多的保障哦。现在马上点击资讯栏，了解更多的 Seagate 商品资讯吧。1918年，曼德拉出生在南非的一个部落酋长家庭。9岁时呢，他的父亲不幸过世，改由部落当中的大酋长照顾他。当时大酋长希望把他培养成未来的部落领导，而曼德拉也不负众望，不只是在学业在拳击田径都有出色的表现。21岁时，曼德拉进到了福特黑尔大学就读，这是当地唯一一座教育黑人的西式高等教育机构。他在里面认识了好朋友坦博。没有想到，才过1年，曼德拉呢就因为抗议学校的食宿条件不佳，被学校开除，并且遣送回家。但更没有想到的是，回到家等着他的是一位新娘。大酋长虽然不太开心曼德拉被退学，但也想说事已至此，就帮他安排一桩婚事，希望曼德拉结婚之后呢，可以好好的待在部落，担任他的左右手。但这完全不是曼德拉想要的未来，所以他直接落跑逃到了南非的大城市约翰尼斯堡。曼德拉透过朋友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地产商人西苏鲁，西苏鲁呢不只帮他找到了法律助理的工作，还带他加入了非洲民族议会。非洲民族议会是一个政党他们的目标呢就是要为黑人争取政治还有经济上面的权利。因为在1948年，全白人的南非国民党胜选，他们为了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实施了种族隔离政策，把80%的土地分配给少数的白人，并且限制黑人必须要带着通行证才能够移动。这政策呢，导致许多黑人被迫离开家园，失去接受教育还有医疗的机会，生活陷入了贫困跟绝望。当时曼德拉受到了印度国父甘地的影响，他相信透过非暴力抗争可以改变这些不公平的待遇。1952年，曼德拉透过非洲民族议会发起了一系列的不合作运动。他带领超过8000名的南非人故意违反种族隔离法，像是烧毁通行证之后，再到警察局邀请警察逮捕他们等等。他们想要塞满监狱，瘫痪司法系统，进而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而这个策略也确实让曼德拉的知名度大增。
不过，南非政府呢对这场运动做出了更强烈的回应。政府宣布非洲民族议会是非法组织，并且不惜使用暴力手段逮捕或驱散示威的民众。1960年还发生了沙佩维尔大屠杀，警察呢向一群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开枪，导致了69人死亡，186人受伤。而在这一次的事件之后呢，有个武装抗争组织民族之矛就开始崛起了。民族之矛也称为 MK， 是一支全力支持非洲民族议会的民间武装组织。从1961年的12月开始，民族之矛多次的展开了破坏活动，包含了炸毁电力以及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多个政府机关。那虽然民族之矛宣称的这些举动是为了要抗议政府压迫黑人，而且他们也都尽量的在晚上行动，降低伤亡，但南非政府认为他们时不时爆破炸弹伤及无辜，完全是恐怖分子。没有想到，警方积极的调查这个组织之后呢，发现民族之矛的领导人之一，竟然就是过去一直主张要非暴力抗争的曼德拉。1963年，南非政府列出193项的破坏行为，指控民族之矛在冷战期间可能受到了共产主义影响，跟外国势力联合起来叛国，要求曼德拉判处死刑。但曼德拉不只主张自己无罪还发表了一段影响深远的演说。首先呢，曼德拉否认受到任何人或是国家的指示。他强调，之所以会武装抗争，是因为他们的不合作运动遭到了政府的暴力回击，这让他认知到继续宣扬和平非暴力是错误跟不切实际的。换句话说，曼德拉认为武装抗争是不得不的选择。曼德拉强调，我珍惜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当中，所有人和谐共处，机会均等，这是我想要奋斗并实现的目标。但如果有需要，我也愿意为这个理想而死。这段被称为我已经准备好去死的演说呢，让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南非种族隔离的议题。最终呢，包含了曼德拉在内的8名民族之矛成员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从1963年开始，曼德拉被监禁长达27年。前18年呢，他被单独的关在罗奔岛监狱的牢房里面，房间内甚至没有床。身为黑人政治犯，曼德拉不止被迫要在采石场从事苦工，能得到的食物也少得可怜，而且他每年只能够见一位访客，半年只能够寄出跟收到一封信。在这种严酷的条件之下呢，曼德拉并没有放弃，不止在狱中获得了伦敦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开导同样受到压迫的狱友，甚至呢还冒险请人偷偷从狱中带出信件。他在信中鼓励群众团结，强调我们终将靠着组织民众以及武装抗争粉碎种族隔离制度。民族之矛在他被捕之后呢，也都持续的在运作。同年，他的大学同学坦博在国际上面发起了释放曼德拉运动，激起了国际社会对于南非政权不满。欧美各国开始透过经制裁、外交压力以及禁止体育竞赛来孤立南非政府。1988年，曼德拉70岁生日时，伦敦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当时全球只有50亿人口，就有6亿人观看转播，有超过1成的人在关心曼德拉。而在国内抗议不断、国际联合抵制的双重压力之下，1989年，南非新总统戴克拉克上台，解除了对非洲民族议会的禁令，并且在隔年释放了曼德拉。曼德拉出狱之后呢，开始领导非洲民族议会跟政府谈判，试图要结束长期的种族隔离政策。1994年，南非举办了第一次多种族的选举，投票率高达了 87%， 有超过6成的人民选择非洲民族议会来领导国家，而曼德拉也成为了南非第一位的黑人总统。曼德拉在位期间呢，非常努力的推动民族和解，除了邀请在监狱看管他的白人狱警来参加就职典礼，还邀请对他求处死刑的检察官一起共进晚餐。最知名的是呢，1995年南非主办橄榄球世界杯时，曼德拉还主动的穿上国家橄榄球队的球衣。这支球队在过去种族隔离期间曾经被视为是白人的象征，当时有很多人对他不谅解，质疑他忘记了过去的迫害。但曼德拉认为是时候抛开敌意，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放下过去以和解代替就责的行为，在国际上面获得了很多正面评价。不过也有人批评曼德拉并没有像大家讲的这么完美。当年审判时呢，曼德拉始终否认有受到共产党势力的影响。但2011年，英国历史学家爱丽丝从一份南非共产党的秘密会议记录当中，发现曼德拉不只是共产党党员，还被选为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爱丽丝认为，这完全可以解释曼德拉为什么会改变路线，因为民族之矛的武装抗争跟共产党推崇的斗争革命非常相似。爱丽丝推测，曼德拉极力的隐瞒是因为欧美各国如果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可能就不会给他那么多的声援。此外，也有人批评曼德拉根本不配拿诺贝尔和平奖。当年曼德拉在狱中呢，鼓励群众持续的武力抗争，民族之矛也确实在1980年代陆续的炸毁街道购物中心、餐厅、银行等等的公共设施。光是最严重的一次就造成了19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其中有很多人都是平民。
所以认为呢，即使这些行动都不是曼德拉亲自下令的，曼德拉也应该要负起责任。最后，曼德拉在总统任内呢，对于艾滋病毒的不作为，也常常被反对者攻击。很多人认为当年曼德拉忽视了艾滋病毒的危害，导致艾滋病的带源者在南非急剧的攀升。从1990年不到 1% 的感染率，到他卸任的1999年已经有 22.4%。截至2019年为止，南非仍然是全球艾滋病带源者最多的国家。对此，曼德拉也曾经公开表示，这是他任内最大的遗憾。不过，也有人认为曼德拉卸任之后，努力积极的推动艾滋病防治，也必须要被看见。曼德拉呢，不止在艾滋病大会上面发表演讲，呼吁国际重视，还曾经公开穿有印有艾滋病毒阳性的 T 恤，并且承认自己的儿子死于艾滋病。法国病毒学家巴尔希诺西认为，他这种打破艾滋病是个禁忌、耻辱的行为，可能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过去我们因为曼德拉效应、曼德拉迷因以及各国曼德拉的比喻，大概知道曼德拉这号人物，但一直都是用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这个角度来理解他。直到详细查资料，看到曼德拉不值得拿诺贝尔和平奖的评论时，我们犹豫了。我们同意，虽然曼德拉没有真的参与爆炸任务，但是他身为领导人，他的精神跟意志确实会影响到民族之矛的行动。而且无法否认，民族之矛曾经对于南非人带来了恐惧跟牺牲，曼德拉当然要为此负担责任。曼德拉自己也说，他不想要被当成圣人，他想要当一个不断努力悔改归正罪人。但同时呢，我们也问自己，如果没有曼德拉所领导的这些抗争，南非会不会至今仍然维持种族隔离？那因为肤色而受到压迫啊、伤害的人又会有多少呢？而这样子的功过要怎么比较？又或者再更进一步的说，这真的可以拿来放在天平的两边看看，哪边受伤人比较多，就判哪边获胜吗？就只这样想下来我们也开始思考，大家在说的和平到底是什么？如果和平是不要战争、不要流血，那强势的一方不断的压迫，弱势的一方是不是就只能够不断退让或是投降？可是这样子就真的都不会流血了吗？再退一步想即使真的可以守护生命，但也可能会失去对等的地位。那这样子不对等的和平是大家想要的吗？再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和平是允许流血对抗，甚至是动用武力，那这个界限又该怎么抓？我们要怎么样判断这样的武力是刚刚好？哪样子的反抗就超越了自保，变成加害人了呢？而这种大家公认刚刚好的流血对抗真的存在吗？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又是大家想要的吗？不过老实说，这些问题我们自己也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所以我们最后呢就想来问大家，你会怎么样评价曼德拉呢？我觉得他还是很厉害虽然以暴制暴不好，但要先赢才能够谈和平。B， 我觉得曼德拉只合理化自己的暴力行为而已，完全不值得推崇。所以我觉得不必给他过高或是过低的评价，他就是一个会犯错的普通人。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曼德拉。所以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曼德拉以及俄国曼德拉。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